什么是生成式 AI 呢？其实我们抛开繁琐的技术和学术的角度看，我们看到的画面，这就是生成式 AI。我们可以换成一个去海边的场景，还可以换出一个演播室，我们现在就到了有专业灯光的演播室，甚至呢，那我们还可以换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场景。那么回到一开始的场景，如果我觉得头上这幅画看上去挺好看的，但是呢，能不能给它换一幅画？那它似乎换了一幅画，这个时候我还可以对它进行交互。那究竟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你们看到的 Leon 这是数字人还是真的呢？这其实都是我们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好，大家看到的 Leon 是真的，我还带着麦。如果是数字人，那就不需要带麦了。但是我在的地方呢，大家可以猜一猜，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地方？然后呢，这是怎么拍摄的？过几天我会在群里面或者是发一个 post 来分享一下这拍摄的实景的照片。好，我们群里的朋友呢说，我们能不能来聊一聊 Sora 在这种人工智能的时代，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是如何工作的？未来什么样人会失业？这对教育来说，什么是未来我们真的对自己继续自我提升的成长，还有对下一代的教育重要的究竟是什么？以及从投资的角度上来说，我们如何关注？我也会分享我是如何获得在早期投资 NVIDIA 获得了28%，28倍的回报，中间我们也不断的有对它进行继续的投资。这思路是怎么样想的？我们也可以聊一聊，在这个机器正在向生物化，而生物正在机器化的时代，那么生物很多的人工作起来就像是一个机器一样，而更多的机器展现出了像生物一样的创造能力。我们的未来，不管是作为一个学生，还是作为在职场上的职场精英、高管、创业者，或者是已经脱离职场的修行者，那究竟未来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来看看 Sora 可以做什么。生成这段视频的 prompt 我写在这里啊，这就是一个30岁的宇航员戴着红色的帽子，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镜头的移动都是充满了这种 cinematic 这种电影感的。这一段呢是一位时尚的女士，看到她穿着非常时髦的衣服，黑色夹克、长裙子，然后可以看到她眼镜中的反光，还有整个的城市的霓虹灯的闪烁，他走的路上非常自信的感觉，这些其实还有地上的水的反光，这些对于以前做图形处理、做过渲染的朋友们都知道，这对于计算机来说是非常大的计算量。但是呢，现在 AI 可以完全的仿真模拟出来，仅仅是根据我们提示的一句话，就可以创造出这样电影般的场景。再看两个场景，这几只小狗，然后它们在互相打闹，身上的血这种颗粒的自然的状态，以及这血和狗身上的毛的交互的状态都是非常的逼真。我们还可以生成想象出来的画面，在一个咖啡杯里面有2艘军舰在互相战斗，可以看到整个咖啡像海的波浪一样。那 AI 可以模拟非常深度的理解了这些流体是怎么样去运作的，这些流体是如何去模拟的。那么它有没有缺陷和局限性呢？也是有的。如果我们看这一位老奶奶在过生日的画面，她仔细看她的眼神，还有她的手，甚至 AI 用过 AI 生成图片的朋友都知道，有的时候 AI 就会多创造出一根手指头来，这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成长的速度。如果我们去对比，不久之前 AI 才生成了一段 Will Smith 就是演这几部电影的主角，然后呢模拟他吃 spaghetti 吃意面的状态。你可以看到这个状态，哇，这视频简直就是什么人工智能，这就是人工智障。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 Sora 成长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很短的时间，现在就可以生成长度更长，整个相机的移动的角度范围更大，然后对于场景物理环境的模拟也更逼真，人物的细节，这些脸上的雀斑皱纹，然后呢头发的处理都是非常的逼真，可以看到它的成长的速度非常的快。那么它是如何做到的呢？技术原理是什么呢？简单的讲呢，就是机器学习它需要很多的训练数据，这些训练数据既可以是文本，也可以是图片，也可以是视频。那在过去大家已经熟知的 ChatGPT， 它是生成文字内容，它是通过学习文字生成文字内容。那么现在呢，它也可以学习一幅图片来生成图片内容。视频呢，只不过就是一个多了时间维度的一幅幅的照片，比如说1秒钟的视频，可能就是30帧的照片，或者是60帧的照片。所以我们说呢，
Sora 的工作原理跟 ChatGPT 是一样的，只不过呢 ChatGPT 训练的时候，每一段文字是输入，文字里的每一个词是一个 token， 而现在呢，对于 Sora 每一段视频是一个训练素材，这个对于素材我们又把它打破时间维度，分成不同的帧，每一帧就是一个 token， 那每一帧呢又可以分为不同的区域，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像立体的 token 组成的这么一个空间。那这个呢听上去比较抽象，我们可以看看它实际是怎么运作的。比如说我打开 ChatGPT 的 DALL-E， 也就是它的图片功能部分，我让它生成一个穿着西装，然后呢在处于冥想状态的一个人。这个时候呢，我可以要求它，能不能把镜头移动一下？其实呢，随着每一次的镜头的移动，这个时候看到的就是不同的视角。这就像是你拿着手机拍照片，你拍一张是一个照片，那随着你每一次移动一点相机的位置都拍一张，你看到的就是连续的视频的画面了。那我们同样的还可以让AI 来去给主角换一套衣服，换一个场景，然后呢甚至让它发挥想象力，拍一些不同的视角。未来什么样的人会失业呢？我们首先可以想象到，整个的电影行业、影视制作 ，AI 都可以很大程度上的辅助甚至替代。我们让 AI 来做一个编剧看一看，这个时候我让它来去编一个有趣的节目。大家很多生活在硅谷、生活在美国西海岸的朋友们都很热衷相亲这个话题，我们就让它以相亲作为话题来去写一个剧本，创造几个角色。好，那么 AI 写的不错，我们还可以鼓励他，并且呢，提醒他能不能再创造一个对观众距离很近，看上去呆呆的、萌萌的，又有点搞笑的一个角色呢？可以让他选择是宠物，还是 AI， 还是一个什么人？他竟然选择的是 AI， 并且呢，能对这个人物做出一个全方位的人物设计，以及他如何跟观众进行情绪上的互动。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暂停下来看，我现在就加速到最后呢，我们再给他说。现在这个剧本写得非常不错，我们马上就可以进行融资了。我们这部电影啊，抛开所有的不用去雇摄影师、化妆师、场景助理，所有的人都不需要雇，我们全部使用 AI 自动化生成，这将大大的节省拍片的预算，根本不需要几千万、几百万。我们来问问 AI， 需要多少钱？怎么样来进行融资？写一份计划书，可以看到它对于整个运算的成本的估算，其实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的。一会儿我也会分析一下我是如何去看待计算成本，然后呢有什么投资的机会。好，那看到这份完整的项目书，我们的这个项目就可以上线了。那么未来我们就可以借助这个强大的工具，坐在家里发挥着想象力，就可以写出剧本、调整剧本，甚至完成整个节目的拍摄。这些强大的工具将再一度的释放人们大脑中的创造力。什么行业受到影响呢？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很多行业都会受影响，不仅仅是这些电影、电视剧的拍摄、网络短片的拍摄、短视频可能也不用拍了，甚至是所有操作电脑的人的角色都会受到影响。如果你的工作需要操作电脑来完成，那你可以问一问，电脑能不能操作它自己来替代你的工作呢？这大概率是可以的，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指令，现在人工智能已经可以替代很多的工作的人做越来越多的事情了。你可以给他提更难的要求，更复杂的要求，他对于你这个客户也不会有什么抱怨，非常快的就会为你满足你的要求。那在 OpenAI 的官网上也介绍到，他们正在训练 AI 来去理解甚至模拟在现实生活中的互动。未来的比如说无人自动驾驶的训练，以前的时候都是需要上百万公里无人车在真实道路上的模拟，那么现在呢，它 AI 可以想象出一个画面，并且能够真实的模拟各种各样的意外。无人车开在道路上，有自行车来了，有人来了，有宠物狗来了，在极端恶劣的天气里面发生了什么样的意外情况，都可以不断的去训练无人驾驶车，通过模拟的场景快速的极其大量的去训练调整它的无人驾驶的决策模型。那这又是对无人驾驶汽车行业的一个颠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不光是视频，还是人们所有操作电脑的工作，甚至是未来的这种高科技的无人驾驶车的行业，所有的行业都将受到影响。甚至 Sora 它的名字就是空，就像是
苍井空的空。那未来也可以想象，是不是苍井空也不用去拍片子了？那这些所有的人物，我们刚刚看到的渲染出来的短片里的人，那些狗，在现实生活中根本都不存在，全部都是可以创造出来。创造出来的角色可以非常忠诚的为你服务，可以作为一个演员，几乎没有任何要求，不求回报的去为这个知识产权的所有者去进行服务。那么也许苍井空这些 AV 的女优也不需要工作了。我真的问了一下 ChatGPT 为什么要叫 Sora， 那他说呢，基于最新的模型，这也是当下的模型，它还没有更新到前几天 Sora 刚刚发布，所以他说不知道。那这个结果我是不能接受的。我继续问 ChatGPT， 你不知道，数据库里没有，没关系，你可以上网去找呀，请检索网页去寻找。于是呢，它就开始显示，它正在去互联网上检索，很快就得出了答案。他向我来解释 ，Sora 它呢就跟日文里的空，天空的空是同一个字，它象征着人们或者 Sora 有无穷无尽的想象力，有无穷无尽的创造能力。这也体现了 ChatGPT 的快速学习的能力，它不需要从它的已有的知识库里来回应我，它可以根据我的要求去立刻学习，立刻回应，这非常非常牛。那我们说到在未来的时代，什么是有价值的能力呢？在工业革命出现之前，纺织工不想看到自己的纺织技术被机器取代，但是呢，这是无法阻挡工业革命的历史车轮向前去滚动。汽车出现之前，你问人们，你想理想中的交通工具是什么？人们只能想到，我想要的就是跑得更快的马。车夫也不想让汽车出现，可是他也无法阻挡汽车的出现。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就要像老子口中所说的，像水一样，水是不在乎环境的变化，你只需要顺着环境的变化去流淌就可以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事情就是变化。我们身边一切的事物，经济环境、技术、历史的推动，全部都是在变化。我们只有拥抱变化，不抵抗变化，才能在变化中找到机会。我在科技行业从业10几年，最初完全是通过自己的爱好，小的时候接触了编程，开始抱着好奇心去学习编程。后来呢，通过参加了一些比赛，去了微软实习，后来还认识了李开复先生，他也鼓励我留在北京创业、创新工厂，还是出国之间，鼓励我要 follow your heart， 去选择看看更大的世界，看看其他的人都在关注些什么。其实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李开复老师，我的家人甚至都没有人会编程。但是呢，当我们能够去发掘自己的好奇心，发掘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且有勇气去做出选择，这就会让你的人生的道路走得越来越宽。在加入微软之后呢，做了操作系统，参加过 HoloLens， 之后又在相对早期的时候加入了谷歌。在那个时候 Facebook 收购了 Oculus， 虎哥之前在Google 做副总裁，安卓的副总裁，后来加入了小米，那么那一年也是加入了 Facebook 来去发展移动的虚拟现实。我很幸运的是看到了这一家一家的科技公司，他们是真正怎么样从底层创新的。这个底层既包括操作系统的底层，我之前就在微软公司的 Windows 操作系统部门来写 Windows 操作系统的底层源代码。如果你用的是 Windows 电脑连了 WiFi 的网络，里面用的就是当年我写的代码。那么在这里面我发现了这些科技公司不断的关注的是底层逻辑，关注的是如何推动一个从来不具有的创新。比如说 Facebook 大手笔收购 Oculus， 收购的钱还是小数，未来这每一年投入的手笔，这绝对都是比当时收购的价格还要高。那可以看到的就是一个科技行业的发展需要让人们去关注底层。第二呢，就是去投资未来。如果科技公司关注的只是如何更好的卖货，怎么样卖菜、卖食物外卖，让更多的这种廉价的娱乐快感的视频、短视频可以更大范围的分发，这样的时候呢，科技和资本很难真的被用来推动具有革命性的技术的创新上。这是为什么呢？这也跟教育有关。大规模的教育会让人们关注更多的是为资本服务、钱和利益。这个等我们聊到教育的时候可以再展开谈。说回来，微软向 OpenAI 做的这一笔投资，这绝对是微软在最近10几年做的最正确的一笔投资。
那我是怎么看待的呢？我们刚刚解释 Sora 工作原理的时候就说，它其实跟 ChatGPT 一样，是基于 diffusion 的框架中。也就是说呢，之前运算文字的模型用来计算视频了，但视频大家都知道，一段话可能只有100 KB， 但一集视频轻松就有几 G 大，这就意味着它对算力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投资 AI 有3个层面：算法、算力、数据。微软投资 OpenAI 投资的就是算法，但 OpenAI 并不是一个开放上市的公司，并没有说人人可投的机会。我想投 OpenAI， 但是它不收我的钱。于是呢，我就从算转向到算力。算力我们可以看到，生成这么多的视频文字，它需要大量的运算，或者说通常使用的是 GPU。那么也就是说，哪家公司做 GPU 呢？我们就看到 NVIDIA， 这就是行业里的 GPU 领先的公司。未来的世界对算力的需求可能是无穷无尽的。比如说，生成刚刚那一段视频需要多少算力呢？生成每一帧的成本是2美分，那么每1秒钟有30帧视频，对于60秒的视频就是1800帧。那1800乘以2分钱，需不需要360呢？其实并不需要360，因为 diffusion 框架对于以时间序列为基础的训练和输出来说都是更优化的，所以实际成本呢大概就是100美元左右。但是AI 的生成不是一次就成功的。我们使用 ChatGPT 的朋友都知道，有的时候重复问它，有的时候会再让它生成一张图片，视频也是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小狗，走着走着就走到了互相的身体里面，物体也可能会进到墙里面。这时候需要不断的去重新生成。假设我们每1分钟视频需要重新生成10次，这也就是说1000美元可以用来生成1分钟的视频。对于一个100分钟的长视频来说，它大概就是10万美元的计算成本。10万美元的成本，对于100分钟的视频来说，这依然远远低于以前的写剧本、编导、拍摄、化妆、演员、后期这些，这是依然是一个极大的成本上的节省。节省出来的钱去哪儿了呢？就去了算力上了。那在训练这些大数据模型的时候，它需要的算力更高，都是需要上万个机器。之前我在谷歌使用 MapReduce， 一行命令调用很多机房里的机器来并行的运算。那同样的，对于机器学习也是这样，不断的去训练它的数据模型的过程中，对于算力的需求是无穷大的。所以呢，我们在过去的这些年里面，也每隔1-2年对 NVIDIA 有一些不同量的投资。那这个时候会说，我为什么不投资自己当时所工作的这些科技公司的股票呢？这是在我工作的时候受我的 mentor 的影响。他在一次吃午饭的时候跟我说，亮，你看公司每次科技公司每几个月就会有一定的股票打到你的账户里。他就说，亮，每一次股票到我的账户里，我立刻就会把它全部卖掉，置换成其他的投资。我说，那这样你是不是不相信我们公司未来成长得更好了怎么办？以及你对公司的所谓的忠诚度怎么体现出来呢？他说，第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公司价格上升了，那么你没有 vest 的这些股票，还没有给你的股票已经会上涨了，你并不需要拿到自己手里的股票这一小部分还握在手里。这时候你应该把它置换成其他的投资，比如说股票市场或者地产。那即使是股票市场，同一个赛道的公司可能也会上涨，甚至你还可以置换成竞争对手的公司。这就是像你自己做了一个 hedge fund， 大家可以自己学习一下 hedge fund。简单的说呢，就是你把90%的钱放在你看好的方向上，同时呢选一小部分，比如说10%放在另外一个方向上，这另外一部分的投资就形成了对你主要投资的一个保险，一个 hedge。 因为一旦另外那个你不看好的方向成长了，那么你在另外一方也是有参与的，那么也就是相对的保护了你这个大范围投资的一个安全性。好，那说回来，对公司，我说你对公司，你做这么高的职位，对公司怎么理解所谓的 loyalty， 所谓的忠诚呢？他说，在商业的世界里面，如果你为公司觉得这家公司很看好，你想为它更好的服务，唯一要做的就是为它创造利润，为它去找到新的机会，为它去打开新的市场，
甚至是让财报上有你的功劳的体现，这才是对这家公司最大的贡献。不要用廉价的自豪感说我对我的公司很 loyal， 非常的忠诚，我把公司发给我的股票握在手里。公司需要的不是这种廉价的自豪感，而是为公司去做真正的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们就说钱与道其实是非常接近的，钱与道都会流向价值的洼地。所以说呢，赚钱就是最好的修行的方式之一，因为它需要你能够克服人性的弱点，能够反人性的方式去看待事物，去理解事物的本质。在你赚到钱、学习如何赚钱的过程中，把工作当作赚钱的工具，而不是把工作当作你的最终目的的过程中，你就掌握了看透世界问题本质的能力。当然，这只体现在金钱上。金钱我们知道买不来长久的快乐，但是呢，当你具备这种思考问题本质的能力的时候，你也更快的会发现如何可以获得更长久、更平和的快乐。钱与道非常接近的另外一个体现就是，就像老子所说的，水会流向低的地方，反而在那里润万物。钱也是会流向价值洼地，水利万物，但是呢，它并不想要像人一样爬得越来越高，它就要往低的地方去，同时呢造福万物。这是钱也是一样的，钱不会流向一个最火热的市场，钱会流到被低估的市场。这个时候钱与道很像，那钱与道很接近。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道它是无法用语言来轻松地描述出来的。同样，赚钱的方式不存在一把万能钥匙，有人告诉你，你通过这把钥匙你就找到赚钱途径了，这是不存在的。因为一切能表述出来的方式方法，它都是暂时的，它只适用于一个时间，它需要的是你能够不断的提升认知，提升你的独立思维的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然后同时能够在人性中穿梭自由，你就真正的掌握了钱的本质，掌握了钱作为一个工具为你服务，而不是你为钱服务的这么一种主人与仆人的关系。如果有人告诉你，你这么做就可以赚钱，这其实是满足了非常多的人的需求，因为他不想思考，不想提升认知，不想深入的学习某一个行业、某一个领域、某一个趋势，而心里呢又抱着说，我有3个投资要求，我的投资一定要见效快，风险低，回报高。当能满足这3个你的投资要求的时候，大概率是要等着被割韭菜了，因为这3种要求只有骗子才能满足。好，那么说回来，投资 AI 的3个维度：算法、算力、数据。算法和算力相对集中的，那么算法对应 OpenAI， 那么算力呢对应 NVIDIA 或者其他生产芯片的公司。那么数据是相对分散很多的，如果你想投资数据，这是要从一个更碎片化的渠道中去找到适合你的。那么回过来说，如果有年轻人刚工作不久，会说我还没有钱投资，我可以做什么呢？每一次的技术浪潮就是最好的时机，让你来投资。如果没有钱的话，你唯一的本钱筹码就是你的时间，把自己的时间投资在一个未来有市场价值的技能上面，来去赚投你的第一桶金。这个话题前几天跟课代表的聊天中有提到，大家可以打开视频去看。在一个新兴的领域，你可能只有2-3年的经验，你就是一位资深的从业者，你再去内卷一个，比如数据库，你是数据库工程师。硅谷有很多数据库工程师有15年、18年的工作经验，以你2-3年的经验，你可能等很久才能成为资深。那么在你一个新的行业里面，只需要2-3年的时间，你就是资本所需要的人才。那么另外一个考虑的角度呢，你可以去看一人企业。什么是一人企业？是一个非常轻量级的企业，但是你可以使用很长的杠杆，技术是你的杠杆，资本是你的杠杆。当你有足够长的杠杆的时候，你甚至可以撬动地球。你可以考虑这种一人非常灵活的创业者，这个公司从来就没有想要发展壮大，但是它在一个垂直领域里可以非常灵活的，不需要去尝试取悦所有用户的一种方式，更安全的生存下来。这个行业可能包含教育、咨询、平面设计，当然各种的媒体类的工作都是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来辅助你。你只需要1个人就可以完成公司的整个创业，就像是我们今天看的视频，所有的环节只需要1个人，我只需要几秒钟就可以生成一个环境，就可以换一个场景。下面说到教育，这对教育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们可以先看这些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技术革新是怎么产生的。如果你去看硅谷很多科技公司的历史，你会发现这是随机探索产生的。如果看工业革命到很多化学元素的发现，到物理的这种牛顿被苹果砸了一下，发现了万有引力，其实呢，这都是在随机探索的过程中发生的。所谓随机探索，硅谷的模式就是有很多的创业者随着资本的帮助去探索10000个不同的方向。这时候呢，可能有10个人成功了，有1、2个人非常的成功，比如说建立了当时的Google、Facebook， 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吸引了更多的人才，吸引了更多的资本，来到这个环境非常好的一个生态圈，发展成功的企业又可以不断输血、投资，甚至去吸引和养活更多的人才。来到这个生态环境，来到这个生态环境的人才，可能在大企业工作几年，又加入到探索者的行列里面去做各种各样，是往这10000个方向去走，然后未来也许又走出了1、2个方向，又会替代今天的这些一线的科技公司。因为我们看上一代的科技公司，谷歌、Facebook 替代了谁呢？那就是上一个浪潮。那么我们会有上一个浪潮，有这一个浪潮，也会有下一个浪潮。但是呢，在这每一个浪潮之间啊，人是这个生态环境是不变的，所以说是这个生态环境驱动了创新，而不是某一个人的非常强的能力，或者说是某一个方针政策指明了大方向去来铺路，说我们要往一个方向去走。这个科技创新和科学的探索是无法通过大方向来实现的，而是要通过随机的探索。所以说回来，对于家庭的教育也是同样的，我们无法去预测告诉我的孩子20、30年后你所生活的世界什么是未来的方向，我无法预测。我可以做到就是去让孩子们保留他内心的好奇心。孩子的好奇心就像是小火苗一样，要非常细心的保护，防止它被风吹灭。因为他一旦被风吹灭了，他就开始没有自己去思考的能力了。这也是很多的学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在被社会驯化的过程中所放弃的、所丢失的。比如说我们在跟小朋友一起成长的过程中，跟他们一起环球旅行，我们会很少的使用禁止性的语言，而是会用启发性的语言。与其禁止他做一件事儿，我们不如启发他去做我们想让他去做的事儿。比如说我们不会用简单的禁止性语言去说禁止大声叫，禁止吃糖，禁止做这样那样的小朋友做的事情。我们会去启发吃什么更健康，以及为什么要去做这些事情。我们会用正面的语言去引导小朋友，同时呢去告诉他为什么。因为我们鼓励小朋友一定要知道为什么。如果有人告诉你不去做一件事情，我们也曾经发生过这个对话，那小朋友在 daycare 回来说，老师说不要做这些，然后呢露露会问我们的小朋友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如果我们也觉得老师说的是对的，但一定要让小朋友理解为什么。有的时候老师说的也是不一定是全对的，我们也会鼓励小朋友有批判性的思维，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如果把我们的孩子们管得非常的听话，非常好管理，容易驾驭他们，虽然看似省事儿了，但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就会大大的降低。既然我们说到创新是随机产生的，那么对于小朋友来说也是，小朋友的成功也是具有非常强的随机性。这个时候呢，我们作为家长其实只需要所谓的守住底线，就是在最不好的情况下，你的底线能提供的底线是什么？有什么样的环境可以有一扇屋檐，然后有一些饭吃，这就是底线的定义。当我们只关注底线的时候，你会发现孩子的成长也自由了，父母也不需要花大笔的钱去所谓的鸡娃、买学区房，去做各种各样的优化孩子、控制孩子成长的事情。因为那样呢，孩子很累，父母也很累。父母只需要守住底线，因为孩子的探索，第一，他成功的方向是我们无法预测的；第二，是真正的成功都是具有非常强的随机性。那如果想提升随机性的方式，可能你需要更多的尝试的机会，你需要有更好的
思维模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思维模式是你可以给孩子最有价值的。与其给孩子现金，不如给孩子可以源源不断现金的资产；与其给孩子资产，不如教给孩子如何去赚到自己的100万。你给孩子留100万，不如陪着他一起在他长到18岁之前赚到自己的第一个100万，第一个1桶金。这个时候对他成长和思考的能力上的提升的意义的价值，远远高于这100万的现金和资产。所以与其留给孩子什么物质，不如给孩子思维方式。之前有看到 NVIDIA 的创始人以及 CEO 黄仁勋在 World Government Summit 上面讲的一段话，我觉得对我来说启发也很大。我把链接留到视频的简介上。未来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写程序、写小说、拍视频、写文案、平面设计、建筑结构图，这一切的工作都将变得更容易了。只需要你的创意，就可以把所有的环节、复杂的环节大大的简化。所以你的头脑关注的并不是去记住各种各样操作软件的技巧、实用的方式，而是去关注你头脑能产生什么样的创意。所以说，在学习的过程中，关注获取知识的能力比记住知识本身更重要，关注找到方法的能力比学习记住到这些方法更重要。什么是真教育？什么是伪教育？伪教育就是每天在学校填鸭式的记住各种知识，之后可能又被带到培训机构记住各种技巧，每天只研究的是知识和技巧本身。但是知识越学越多，技巧越研究越乱，而真正的教育关注的是思维模式，是提升心智模型，让心智模型不断的迭代，不断的重新定义自己，打破旧有的认知，抱着开放的心态迎接未来，去做一个终身学习者，可以自己不断的找到方法，而不被外界所提供的方法被限制，打破外界告诉你的方法，因为外界告诉你的方法，这都是过去成功的方法。如果有人已经告诉你了，那这个方法已经失效了。你需要具备能够找到自己的方法的能力。当你的心智模型逐渐的升级，你的生命就会进入到更高的维度，你更容易的看到世间万物的本质，有一种豁然开朗、一览众山小的感觉。这个时候呢，我们群里的朋友也会说，会希望找到更多的同频的朋友去一起交流。其实呢，你真的豁然开朗之后，并不是只能跟同频的人交流，而是你可以向下兼容那些在原地打转的人。你可以去理解为什么在原地打转，你可以去理解这些不同的思维方式，随着你进入更高的维度，有更强的看透事物本质的能力。这个时候呢，你会有更多的包容心，更多的同理心，会有更多的慈悲来去理解为什么思维负面的人给自己带来了更多的痛苦，为什么不愿意接受变化的人反而被变化所牵制、所折磨，会理解人们越想控制的事情，反而恰恰被这些事情所控制了。以及经常使用负面思维、有受害者思维，甚至对其他人使用尖酸刻薄的语言，其实这些思维恰恰展示了他们所表达的方面，正是内心中最需要的、最缺少的、最害怕的方面，往往会使用这种看上去不那么友好，甚至负面的方式来去表达出来。所以之前有个分享，就是说刻薄批判的话语恰恰揭示了批判者自己内心所最需要的情感最薄弱的地方，而这些批判的话语没有定义对方，而是暴露了自己内心。好，说回来，未来一切市场的竞争比的都是创意，比的是占领认知高地的竞争。那么人工智能也会像互联网的出现、移动智能设备的普及一样，逐步的去颠覆每一个行业。在颠覆的过程中，也会创造出巨多的机会。每一次的资源整合，每一次的微创新，也都意味着机会。最后我们来聊聊如何看待未来。去年有一次与朋友的直播中，我们聊到每一次的技术浪潮、技术革命，刚开始都是会导致非常多的人失业，但是最终会造福更多的人类。从技术的思维呢，我们会看架构图。未来人工智能 API 架构图是什么呢？这有一层是 API， 也就是编程接口。编程接口首先被上层的人定义，这些人 define API。再下一层呢，有很多人开发 API， 他们具备学习了人工智能、学习了编程语言、机器学习等等，还需要很多的辅助角色，包括项目经理、测试等等公司里的各种角色来
去一起开发这些 API。那这些人工智能的 API 开发好了以后，会被又有一层人去使用这些 API， 他们使用这些 API 创建了人工智能应用在媒体、新闻、教育、旅行等等各个行业。那再有一层呢，就是 below 的 API， 在 API 以下去执行 API。比如说手机 App 上发了一个命令来去送餐，来去接人、接客户，去执行跑腿、执行 API 的工作。这个时候呢，这些人就是 below 的 API。那么在未来这样一幅架构图中，你可以去思考，你是想做制定 API 的人、开发 API 的人，还是与 API 共赢，去为 API 创造更多应用场景、创造更多价值共赢的角色，还是去执行 API 的命令的人？在每一次的技术浪潮中有非常多的人会失业，会没有饭碗。如果问我这个问题，我并不会去思考如何保住所有人的饭碗，我会去思考人们丢了饭碗以后应该去做什么。因为随着生产力的提升，现在在地球上已经可以去喂饱地球上的所有人，包括我们在南非、在中非看到的这些村落，其实如果资源更合理的分配一些，他们都可以吃得上饭，也都可以学我很惊讶的就是在肯尼亚，人们可以说当地的语言法语、英语，一个放牛的孩子可以熟练的掌握多国语言，然后他们的世界的见识也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大大的降低了他们受教育的成本。其实现在人类的社会已经非常的美好的，可以去喂饱地球上的每一个人，让他们接触到信息、受教育。那么未来真正需要参与到生产环节的人只需要越来越少，那么更多的人都将是技术变革的受益者，不再需要参与到生产的环节中。这个时候他们该做什么呢？难道是每天刷短视频获取更多的廉价的快乐吗？也许并不是。他们是应该每天去逛街、去购物商城中寻找快乐吗？我们也知道物质是无法提供给你真正的快乐的，因为大部分的物质都是通过商业上的营销而实现的，而商业的本质恰恰就是利用了人性的弱点来去赚钱。人性的弱点包括贪婪，要去跟其他人比较，有虚荣心，希望用更多的物质来去定义自己的身份。当然这恰恰也体现了这是自己不自信的一个象征，自己并不认为自己达到了下一个阶级，只能通过不断的有更多的物质来去说服自己，让别人相信我做到了，也让自己相信我做到了。原因就是因为我并不觉得我做到了。而这种模式怎么形成的呢？这恰恰就是资本所带来的。资本让有资本的人不断的去收购更多的资产，那么穷人就只会消费，并且在广告、在消费主义的不断的熏陶之下，学会了更多的消费的方式。其实再多的消费也弥补不了内心的欲望上的空虚。那中产呢，往往就是被割韭菜被割的最多的，以为买了很多的资产，但恰恰是负债的事物。那么在未来，机器正在生物化，而生物正在机器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怎么样不再不断的制造焦虑，让人们可以获得一个不那么焦虑的快乐的人生。也不是教给人们你要有这样那样的欲望，要提高这样那样的效率，因为效率是留给机器去优化的，我们优化机器去提升效率，而不是让人去提升效率。如果你关注的是效率，那你就在扮演机器的角色，因为人可以去关注的是如何去创造、去思考。未来需要的也不是去建设更多的购物商城，去建立更多的娱乐设施，而是就像前几天跟 Claudia 聊的，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小的社区，是让人们可以获得更多的平和喜乐的地方，人们真的可以慢下来，关注到当下。Claudia 说的，去 take time to know each other, take time to learn, take time to help， 真的去把时间拿回到自己的身上，把时间去分享给周围的人，去真的了解他们，倾听他们，帮助他们。随着人类生产力的提高，更多的人其实都是受益者，前提是不被欲望填满。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商场里面、短视频里面是找不到平和快乐的。未来人们的社会会需要更多心灵健康的人，情绪稳定、内核稳定，知道自己人生意义的人，并不需要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做到，但是呢，需要有更多稳定的人作为人类
群体的内核，然后来去继续向前发展。所以希望大家在看到未来的同时呢，也减少焦虑。最后分享在群里面朋友分享的一个点，这个点就是1990年探险者1号在距离地球60亿公里所拍摄的地球。你所认识的人，你所欢喜的事情，你所悲伤的事情，你爱的人，你恨的人，最终就在这一个点上。所以你来地球，来人世间的意义，就是在于体验生命的美好。